听说了吗？有一个死刑犯能拯救龙国足球。我听说要在死刑犯里选拔一批人去踢世界杯。突发消息：因见外部势力非法制裁，铁骑队退出世界杯，龙国队获得替补资格。龙月，我看你怎么办。龙总，特殊公务探视手续批完了，魏延那边又打了招呼，说让您别白费力气。他拦不住我。爸，波斯铁骑退赛了。所以你是来要人的？魏延在足协大会上公开反对我们参赛，说你不配。他联合了7个省市足协，要投票否决我们的资格。但我不会让他得逞，我一定会带领一支全新的龙国队去征战。爸，我需要你的意见和帮助。我推荐给你一个人，你去找他，别着急开口，先看。看什么？看他做事，看他这个人，看完你就懂。就这些。去吧。小月，要好好吃饭。嗯。找谁？龙震天让我来的。我不认识。他让我来看一个人。有事儿？不请我喝杯水？他说你能帮我，把所有东西摆这么整齐。你调查我？我爸告诉我你不简单，只是好奇会有多不简单，没调查你。我叫龙月，你应该看到新闻了。那些人早散了，各有各的活法。为了祖国，一定有人会去做这件事。我要做事去了，你回吧。如果有23个你这样的人，什么事儿都有可能。我住在营生茶府酒店，还不会走。你想别的办法吧？或许会，但不知道有没有。会来的。你决定了？我带路。第一个在西北屠宰场，叫阿刀。至于能不能凑够人，能不能踢球，我保证不了。行，我去安排，订2张去西北的机票，越快越好。你带过多少人？记不清了。那个阿刀是你带的？第一批，最莽的一个。乘坐 CA1201次航班前往西北的旅客，到2号柜台办理登机手续。找谁？阿刀，在里面。教官，我没看错吧？你看看我这一身，报不了。等我去换件衣服。龙月，国足总经理。哎，教官，你跑这儿来为了给我介绍个美女？波斯铁骑退赛了，国足进了世界杯，需要人。所以呢，找我踢球？你知道我现在干啥的？杀牛的，手上沾血，脚上踩泥。这双腿以前战场上跑得快，现在也就追牛。那你留这儿吧，我走了。
救命啊！恼火得很，你这牛比我当年在战场上遇到的还难搞。别闹，乖一点儿。还行，没废。还在。教官，我这腿还能跑。你的爆发速度可以和职业短跑运动员比了。战场上练的，总得比敌人跑得快，不然怎么活着回来？球场上也一样，对方后卫冲过来，你得比他快，比他壮，把他扛开。我一个杀牛的，踢什么球？我不管你以前杀什么，我只问你，这双腿还想不想跑？阿刀，你在战场上的时候跑得比谁都快，去踢球也一样。教官，我跟你们去。不过我可说好了，踢球要是受伤了，得算工伤。想好了？想好了。这双腿还能跑，我想试试。这机场比我们那儿的火车站还大。你在部队的时候踢过球？踢过，我们人多嘛，经常组织运动。不过我踢球跟打仗一样，专门撞人。教官那时候说我是人形坦克。现在呢？现在想想，球场上撞人的时候，至少不会死人，挺好。教官，那道疤是不是那次在东南海域？老毛病，不碍事。行，你说不碍事就不碍事。那次任务没什么，没什么，就老大运气好。欢迎您乘坐本次由西北飞往滇南的 MU1234次航班。现在下一站，航班开始登哀牢山，请持有登记找一个道士前往 VIP 登机口。道士？教官，你找道士干什么？做法事啊！各位旅客请注意，欢迎您乘坐本次由西北龙总，教官不会是被我气得要出家吧？航班开始登机，请持有登机牌的旅客前往 VIP 登机口。酸的。这空气比我那牛圈强100倍。小叶总，你感觉怎么样？还行，就是这山有点高。你行不行？不行我背你。不用。切。小岳总，你这体力得练啊。回头跟我杀牛去，一天扛几百斤肉，保证你肺活量上来。教官以前带的兵是不是都这个路子？你也是他带的。小师傅，我找逍遥。师叔不见客，他睡醒之前谁也不能打扰。那万一他睡3天呢？我们就在这儿等3天？那是你们的事。几位稍歇片刻，我去叫师叔。师叔，有人找你。人呢？在山下等着。让他们上来吧。教官，你还真没死。没死。那你来找我做什么？上香？国足进入世界杯了，需要人。找我踢球？教官，你看这山，这云，这风，多好。踢什么球？我在山上修了好些年，山下的事跟我没关系。师叔，山崩了！不错，
那又怎样？你欠我的。那么久的事了，你还记得？他会来的。小月总，你觉得他会来吗？会。为什么？因为张伟说他会。黑大，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偷东西要挑我不在的时候。就这水平还当老大？好了好了，今天有客人，别闹。又一个，咱们这队快成杂牌军了。杂牌军怎么了？能赢就行。哟，道士，你什么时候这么积极了？昨天不还说要睡觉吗？你管我？无量山茶，海拔1500以上，能在这山上跑一整天的，体能不会差。教官，好久不见。阿茶，你们来买茶？我家今年的春茶不错。买茶？你知不知道这位是谁？不知道，但能跟教官一起来的，肯定不是普通人。龙月，国足总经理。国足找我一个采茶的。波斯铁骑退赛了，我们进了世界杯，需要人。教官，你知道我家的情况，我阿妈一个人腿脚不好，我走了她连饭都吃不上。你就没个兄弟姐妹？独子。好茶，无量八步茶。你懂茶？喝过，味道忘不了。确实不错，比我们那儿的福茶强。这茶我买，以后球队的茶都从你家订。接着，用脚。哟，这反应可以啊！这我平时跟黑大他们玩练出来的。长臂猿可比后卫难缠得多。可我真的不会踢球，会跑就行。球感你有，剩下的我们一起练。我不是足球教练，但我能让你跑得更快更强。怎么踢，我们可以一起学。球场上的战术管理我来，体能和团队他负责，我们搭档。阿西，爸爸光落可录了喏。阿伯，工会冯教官已经跟大家写过了，送报到古诺过了所求不哦。阿姨您好，我们是阿茶的老战友，来看看您。下个空旺旺归零啊！我阿妈说你们有心了，她给你们做饭。他妈的腿挺严重的，别说了。阿姨，这是队里给您的茶叶预付款，以后我们需要的茶都从您家订。这太多了。你们家的茶值这个价，我喝过了。我阿妈说谢谢。阿姨，阿茶需要跟我们走，我们会安排人每天来照顾您，费用从茶叶货款里扣，您看行吗？你阿妈的事我们会安排好，你只要做一件事，跑。阿茶，这不是为了我，也不是为了教官，是为了国家，我们需要你。行，我试试。帮我看着阿妈。刚才长臂猴和你说了什么？他叫黑大，我朋友。他说好啊。你还有长臂猴朋友，这队伍越来越有意思了。以后我负责撞人，你负责跑，他负责进球。我负责进球，你确定？你脚法那么准，不进可惜了。那我呢？光跑？跑出空当传给他，或者自己进。我还能进球？试试看。行。下一个是谁？队医。阿刀，你还活着呀？我以为你早把自己折腾没了。托你的福，命硬。慢走。教官，这阵仗不像是来看病的吧？有事。龙月，国足总经理。龙总真是年轻有为啊！波斯铁骑退赛了，我们替补进世界杯，队伍需要队医，找我呀！你们认真的？认真的。小岳总连茶叶都从队员家订了，就差你了。你闭嘴，杀牛的没资格发言。教官，你知道我这儿的情况，医馆离不开我，我走了，病人怎么办？
你师傅走的时候把医馆交给你，不是让你守着一辈子，是让你带着这双手去该去的地方。你记得我师傅说的话？记得。医师，医师，有人晕倒了，放那边床上。心梗，阿刀，拿急救箱。教官，开窗通风。针灸包。老人家没事了，您刚才心梗发作，现在缓过来了，躺一会儿我给您开方。谢谢，谢谢。这医术比我们杀牛可精细多了。你们还在这儿啊？我们等你答复。龙总，你刚才说你们要去踢世界杯，一群特种兵？对，我师父说过医者仁心，在哪里救人都是救人。教官，我跟你去。你就这么答应了？不跟我们谈谈条件？你手什么条件好谈的？你欠我的命还没还呢。欢迎加入，龙总。你这队伍，杀牛的、道士、采茶的，还差什么？厨子？快了。这医馆是我师父留下的，等你归来，还是你的。玲姐，月姐。听说你家里养蜘蛛、蝎子、蜥蜴，跟他们睡一屋？龙月，国足总经理，波斯铁骑退赛，我们递补进世界杯需要人手。我现在只想跟蛇待着。你阿爸走的时候让你守着这个场，他让我守着本心。好像卡住了，要不要帮他一下？帮了，他下次就不会自己推了。每个人都要过自己那一关。你说每个人要过自己那一关，那你呢？你过了没有？每天都在过，就像他，蜕一次皮长大一点，但下次还得再蜕，疼一次不够。你怕疼？你不是怕疼，你是怕退完之后还是原来的自己，所以你守在这里，守着蛇，守着本心，其实是不敢往前走。但蛇不会停在原地，它蜕完皮，该补时补时，该生长增长，它不会问下一次蜕皮疼不疼。我们是来找你一起蜕皮的。这支队伍每个人都在蜕自己的皮，你不想看看脱完之后会是什么样吗？你还记得我们最后一次任务吗？记得，记得就行。行，我跟你去。就这么答应了？就你话多。你那些蜘蛛蛾子谁帮你养？放收了。你还挺舍得。小岳总，咱们这队伍，杀牛的、道士、采茶的、中医、养蛇的，怎么还不找厨子？冲！你莫再惹气我喽！打起得很，让把得了！球！不管了，中！
心裏冇得數。佛都有火。呼你阿母！来来来，1年没见了，先走一个。你还好意思说？上次你打铁花把自己眉毛烧了，电话都不敢接。我那个保安队长天天查岗，今天请了假才出来的。你们说老张那家伙多久没消息了？张伟挂帅，龙之队总教练。什么？老张？靠，真的是他！这个老张一声不吭就当上国家队教练了。等等，国家队教练，那他手底下现在有多少人？听说足协给他配了助理，但教练组就2个人，连个像样的守门员教练都没有。他那个脾气，看不上那些大牌，他只会用他信得过的人。我听说他现在人手还不够，到处在找人，训练基地就2个人，连分组对抗都凑不齐。那还等什么？我们12个人，哪个不是他从泥地里捡起来的？教官，我们来了。上车。林子大了，什么鸟都有。教官，我们来了！你的兵都到了。好，先休息，明天一早训练场集合。谁开球？你们还是我？我来，我来。今天只练一件事儿，乱战中谁能抬头看人，传球成功率低于20%，所有人加罚折返跑20组。没人。传啊！这踢的什么玩意儿5行缺德，不治。这样跑下去，连个喊话的人都没有。要不要先定个场上队长？不急，先让他们知道自己有多乱。你这不是会踢吗？我只是看你们抢了10分钟，连一脚射门都没有，丢人。你也挺能忍的，彼此。教官，要不要让他们按模型跑？再等等，我要看的是谁在乱的时候还能冷静。是。停，今天就到这儿。就这，还没练够呢。明天再说。你怎么全程一动不动？看什么？我在看，看你们跑，看清谁快谁慢，到时候我知道该补谁的位置。你跑得最快，但别总低着头，前面有人你也不传。你这人，不说话则已，一说话吓人一跳。今天的跑位数据，阿刀冲刺速度最快，但路线选择最差。逍遥移动最少，但每次都在关键位置。你觉得谁能当队长？队长？现在提，下午龙月姐也过类似的话。所以我想听你说。阿刀太莽，逍遥太懒，阿茶太老实，苏志太冷，大山太闷，阿水太静，郭磊太硬，铁牛太直，阿茶太老实。那你呢？我太理性，队长需要能服众的人。理性的人才能看清全局。
队长不一定是最强的，但一定是最冷静的。我再想想。你闭着眼怎么跑？听声辨位，蛇都这样。你是人，不是蛇。差不多。第一组，2号到6号平行站位跑。阿驰快了0.7秒，野牛慢了1.2秒。重来。苏哲，你的位置感最好，继续保持。这就是团队。他说什么？他说教官今天话多。我阿爸说过，蛇脱皮的最脆弱，但只要熬过去就能活。你一个写代码的，凭什么在场上指挥我们？凭我的数据，比你跑得准。我赌你再说一遍。我说，你的跑位是场上最差的。够了。让他踢一个，你睁大眼睛看着。他脚法比你好。你觉得他俩刚才谁能赢？都会输。怎么说？因为打完还得一起踢球。你来踢，3个球我守。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我想看看你会不会扑中球。打完了，可以训练了吗？你就不能说句好听的？我嘴笨。滚犊子！早上对不住了，是我冲动。没事，跑路图我再讲一遍。程序今天做得不错，他刚跟阿刀打了一架，但他没揪着矛盾不放，你没看出来？最后那一脚，他是在教阿刀怎么守门。苏直今天话多了。他开始融入球队了。龙总，赌赢了，阿刀胸口轻了，刚来找我要药膏了。我赌程序先受伤，结果他倒好好的。程序是脑力劳动者，靠脑子踢球，不容易受伤。明天分组对抗，程序，你带红队。我？对，你当队长。啊？行，队长，以后可不能随便还手了，大局为重啊！如果是对手，我早就扑上去了。红队4-33，蓝队4-42，跑地图发到每个人手里。这图画的跟蜘蛛网似的，你看得懂箭头就行。开始。
这脚真狠，慌不得。没吃准部位，重心偏了5度。你能不能别什么都算？不能。进了，进了！废话，我踢的能不进吗？左脚差点绊倒右脚，你就不能说点好听的？进了就行。这人到底会不会笑？他笑了，嘴角动了一下，那叫抽筋。传球成功率51%，还差得远。进得漂亮，还行。你要求真高。一个球不够。逍遥脚后跟传球成功率58%，但可以练到85%以上。太低了。教官，你让我当队长，是认真的。你觉得自己不行？我能行，但我不想只靠数据。那就靠心。每次都这句。你为什么每天都加练？因为我怕输。你怕输给谁？怕输给以前的自己。进来。明天的训练计划。张伟，你每天都是最后一个走，不累吗？习惯了，部队有部队的习惯，现在有现在的。你也是最后一个走。我是在算账，跟你的习惯不一样。算完了吗？没有，魏延把经费卡住了，下个月的训练器材还没着落。器材的事，我来想办法。你能有什么办法？我不是那个意思。我知道。程序还在。他在算明天的跑位。你们都是这样，有事不说，一个人扛。你不是吗？早点休息吧。你也是。明天早上我会带2箱器材过来，你不用操心。教官。还没走。等阿兜，他说今天胸口疼，让我看看。教官，龙总是个好人，我也是，所以你们俩都该早点回去休息，明天还要带队呢。你可算来了，我等你半天了。这点伤死不了。疼啊！自己擦。你帮我擦呗，我够不着。你是手断了还是胳膊废了？都不是，就是想让你帮我擦。轻点，轻点。再叫你自己来。你今天怎么撞的？程序那脚传得太突然，我没准备好，硬扛了一下。下次别扛了，你又不是铁做的。我不是铁做的，但我是杀牛的，杀牛的皮厚。杀牛的也会疼。周玲，你今天是不是心情不好？没有。你骗人，你平时擦药没这么轻。嫌轻？那我重一点。错了错了，轻一点，轻一点。你为什么这么帮我们？因为你们值得。谁？
魏延的秘书，他们下午来视察。视察？视察什么？我们又没犯法。视察我们有没有资格代表国家？慌不得。你每次都只说这一句。因为每次都不需要慌。几点到？下午3点。训练照常，让他们看。你确定？我们没做亏心事，他们想看什么就让他们看什么。继续，别停。龙总，这地方挺朴素啊。够用就行。这些人就是你的国家队？他们是球员。球员？我怎么看着像杂戏团？您是来视察训练，还是来挑字的？我是来审查的，按规定，场地经费、人员资质一样样查。那个是谁？怎么站着不动？他在等。等什么？等对手犯错。你就是张伟，前特战队员。是。听说你带的兵都是些野路子。是。哼，你觉得这些人配代表国家？他们比那些只会说不会做的人更配。你最好祈祷审查能过，不然这支队伍连训练场都保不住。他不会善罢甘休的。我知道。那家伙谁啊？这么狂！他不希望我们参赛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不是他的人，他控制不了。草原上的狼不会因为猎人举枪就停止奔跑。慌不得，审查要时间，这段时间该练练。哼，你看，他们不怕。你在看什么？找漏洞。条款里有模糊地带，我们能争取。你什么时候开始研究这个？从你让我当队长那天起。队长不能只会算数据。早点睡。你也是。审查能过吗？不知道，但苏珍说谎不得，那就不慌。走，再练一组。可以开始了。集合！别管镜头，踢你的。我知道。过来，过来！记录一下，训练强度达标。是。这是过去1周的训练数据，跑动距离、传球成功率、射门转化率，每一项都有记录。这些数据能说明什么？说明我们是一支正规球队，不是杂部剧。数据我们会核实。你给那帮人看数据，他们看得懂吗？重要的是，我们有数据，他们没有。你这脑子确实好使。这个球员怎么不动？动了。他们今天踢得不错，顶着压力没乱。是啊，没乱。来了。审查报告刚到。有条件通过。对，场地经费资质全过，但附加一条，1个月内必须打1场国际热锋赛，净胜球不能为负，不然直接取消资格。什么意思？意思是我们必须跟别国国家队交手，输了直接出局。这不公平！我们才组队多久？魏延就是要赌我们赢不了。慌不得，1个月够了。你怎么知道？因为蛇蜕皮只需要7天，我们有1个月。你们有人来自屠宰场，有人守过渔船，但1个月后，你们只有一个身份——龙之队球员。我不是让你们去拼命，我是让你们去证明你们配得上这身球衣。教官，不用说了，我们干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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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安排热身赛，找最强的对手。你确定？越强越好，输了不冤。
赢了打脸。你就不累？累，但数据还没整理完。明天再整不行吗？明天有明天的数据。你这个队长当得比教官还累。队长不是官，是干活的。你这嘴跟逍遥有的一拼。他懒，我不懒。我听见了。听见就听见。你能不能轻点儿？不能，谁让你今天拼命跑？我不跑，谁跑？老火得很。站好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没事，我来想办法。东南边有个废弃的老球场，没人管。海是海，有啥好看的？就是水多。水多才能灭火，你火气太大。你闭嘴！五行缺德。明天除草，然后光膀子练。老火得很。这是我们自己的。这个球场比之前那个破10倍，草比人高，没水没电，但没人能赶我们走。老火得很，不回了。蛇蜕皮的时候，要找一块粗糙的石头，找到了。那年你替我挡的那一下，我一直记着。你胸口那道疤是我的，不是替你挡，是欠你师傅的。所以那3个字是替他跟我要的。他俩说啥呢？别问。开始吧。今天第一课，23个人变成一个圆，试试。啥意思？就是传球呗。再来，你组织。阿刀回传。你慌不得，我让你回传，我过人了。你没过去。你再说一遍。你没过去。杀牛的吵不过算数的，因为算数的只讲真话。他说让你把脚伸直。自己多动症还不知道收着点儿，下次扭了我可不治。知道了，知道了。知道个屁！这鱼有点咸。不咸啊。今天比昨天好。你就不能多说2个字？他们懂了。懂什么？一个人踢不了。推了一半。石头够粗了。还不够。昨天有个人懂了，一个人踢不了，一个人守不住，一个人赢不了。从今天开始，每天先围成一个圆。
别的就好。再来一遍。怎么了？全崩结了？魏延，没事，我来处理。龙总，天塌下来的时候不用每次都自己顶。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会说话了？一直都会。分人。冻结经费需要审计报告，报告呢？没有。不合规，我会走申诉。魏副主席不会同意。那就申诉到你不能拦为止。龙总，中午吃啥？你咋了？没怎么，吃什么问阿川，他管造。你脸都白了。晒的。出事了，龙总不对劲，肯定有事。账上没钱了，昨天他打电话，我听到了冻结。我去找姓魏的。你去了，正中他下怀。他现在巴不得我们闹事，一闹连申诉的机会都没了。那我们能做啥？踢球，他想让我们散，我们不散就是赢。我们踢好球，让龙总少扛点。你这人说话咋一套一套的？我的，这是我的。我的少点儿，下个月多跑几单。蛇毒值钱，倒是用不上。你不是不打诳语？这是真话。这是医馆上个月的营收，不多，够买吃九寿。看我干嘛？五行缺德，不缺钱。我们凑的不多。龙总，天塌下来，这次我们顶。这是我爸留的钱，够踢完这个月，剩下我来想办法。龙总，我说过天塌我顶着，但今天谢谢你们帮我撑了一把，钱收起来，明天训练，有你们真好。这烟熏眼睛，熏眼睛。这队伍有救。明天训练加倍，老火得很。今天练任意球，程序教，所有人学。第一天没散。来了。坐。理由：经费使用不当，人员资质存疑，训练场地不合规。3条。够用了。我去一趟。一个人？这种事人多没用，帮我看着他们，别让任何人乱来。龙小姐，进门前敲门是基本礼貌。发通知前打电话也是基本礼貌。通知收到了。收到了。有什么疑问？3条理由，我要看支撑材料。经费使用不当，你们在东南海域租用废弃军事设施没有报备。那是废弃基地，不产生租赁费用。人员资质存疑，2人没有一个注册职业球员。足协章程第17条，业余球队参加资格赛只需要完成注册，不需要职业资质。训练场地不合规，不符合训练基地安全标准。哪一条标准？发给我，3天之内整改完毕。龙小姐，你知道问题不在这些条款，在哪儿？在你父亲。龙震天在位的时候得罪了很多人，你拉这支队伍打着他的旗号，很多人不想看到你们出现在菜上，包括你。包括我。我可以给你一个机会，把队伍散了，经费的事我帮你处理干净，不会有人追究。然后呢？然后你回你的公司，你父亲的事跟你没关系。魏主席，我爸在位的时候得罪人，是因为他不肯跟你们一起把龙国足球做成生意。他进去了，但他的骨头没断。这3条理由，我会一条一条申诉，申诉到你不能拦为止。在那之前，龙之队不撤。龙小姐，申诉需要时间，资格赛下个月开始，你能申诉到什么时候？你们连热身赛的对手都找不到。那就从最强的开始打。他不上道，按 B 方案走。去了1天了，
电话也不接。我去路口看看。坐下，你去了他也看不见你。等，急没用。修道之人，你闭嘴！龙总，咋样？没事，申诉流程走完了。那资格保住了。我就知道龙总厉害。怎么说？资格保住了？但魏延加了条件。什么条件？热身赛赢一场，资格生效；输了自动退出。对手桑巴军团，上届4强。什么时候？15天后。知道了。张伟，我们能赢吗？不知道，但他们会知道什么叫疼。战。15天，15天后，站在对面的是上届4强。我今天教你们第一件事，我不教你们赢，我教你们怎么站着输。输？对，输。15天，从0开始。你们的对手踢了20年球，你们凭什么赢？凭你们比他们能扛。赢不赢，15天后才知道。但扛不扛得住，今天就能知道。现在，开始。教官，歇1分钟。战场上，敌人不给你1分钟。我不行了。你的脑子算得出球的轨距，算不出自己的极限。蜕皮的时候不动就死了。修道之人，你再说修道之人，我踹你！跑不动了，起来！你妈还在家等你寄钱。刀哥，我真的……你不跑，谁替你跑？老火得很，老子杀牛都没吐过。还能练吗？能。吐完就没事了。你知道为什么第一个找你？因为你扛得住。轻点儿，扎不死你。这个人100米速度10秒3， 11秒5，差了1秒2。1秒2，一个身位。预判，提前启动。怎么预判？他接球前会先看一眼队友，看一眼就是要传，不看的吐。再看一遍。再看一遍。师傅教过我一句话：打不过的仗也要打，因为打了，后面的人才知道怎么赢。今天花了多少？什么？人累倒了几个？都没倒。昨天有个人吐了，然后继续练，这就是第1天。今天学传球，不是传到位，是传的时候看着队友的眼睛，记住这1秒。再来一遍。今天学接球。接球？接球还用学？不就是伸脚停住就行？你接球的时候看的是球还是队友？接球之前，你已经知道下一步传给谁，这才是接球。你没看人，再来。日炎，再来。但你接球之后要多花1秒才能传出去，要看清楚。球场上没有看清楚的时间，你的眼睛要在接球之前就用完。球到脚下的时候，你已经知道该往哪儿传。怎么练？抬头，不看你脚下的球，看你要传的人。偏了，我知道。再来。这个人也太快了，防守的人根本跟不上。不只是快，你看他接球前的头一直在转，视线不停扫视全场。接球之前，他已经知道防守人在哪儿，队友在哪儿。这不就是教官说的，接球之前就把眼睛用完？对。那我们
能赢吗？脚踝不疼？不疼。肿了。哦。明天肿得更厉害，别喊疼。不喊。疯了。今天阿池问程旭，我们能赢吗？程旭没回答。他不敢回答。你呢？你敢回答吗？赢不了。13天从零开始要去对抗巴西队，赢不了。但赢不了不等于输了。你爸当年也接过一场打不赢的仗，他选了接。然后呢？然后他输了，但他输的让所有人记住了他。所以你接。你们两个真像，一样的固执，一样的不肯认输。那就输的让他们记住，记住我们这支队伍，记住我们每一个人。昨天有人问了一个问题，能赢吗？我的回答是赢不了。13天，从零到巴西，赢不了。但赢不了不是输，输是你不敢站在他们面前，输是你站上去了，然后趴下不起来。我们赢不了，但我们能让他们记住，有一支队伍能让他们赢了比输了还难受，能做到吗？能。今天练对抗。3天，只剩最后3天备战。12天前，我教你们接球第一件事：抬头，看着队友的眼睛，再传球。阿茶，你们都学会了。这是最后几条鱼了，等明天我们一走，这片海的鱼总算能安生过日子了。你说实话，是舍不得这些鱼，还是舍不得这片海？都舍不得，鱼舍不得，海更舍不得。12天前，你接球第一反应必须低头看球1秒，不然心里没底。那我现在呢？还用看不？不用了，早就刻进骨子里了。肿是消下去了，但比赛上场必须带护踝，不准逞强硬扛。12天前，你问我心里欠的那笔账，打算什么时候还？我想好了，后天比赛，球场上一笔还清。好。一晃眼12天熬过来了，不管后天比赛结果输赢，我们早就已经赢了。走了，要离开这片海了。没事，我们一定会回来的。老程，对面实力咋样？厉害不？11个首发全是5大联赛队员，身价差2个零。钱多有啥用？踢球又不是比谁有钱。蛇出海，这是第一次；道士下山也是第一次。他们在笑话我们，看不起我们。12天，你们每个人都是不灭的烈火，加油！1、2、3，龙之队！笑完了，接下来该你们哭了。哨声响起，比赛正式开始。龙之队刚刚开球，阿刀右脚轻轻一拨，可下一秒，巴西7号像一道黄色闪电斜插而来，脚尖一捅，球被断了。苏哲第一时间伸脚拦截，却只碰到空气。巴西7号摆腿怒射，阿水全身横飞，指尖只差1寸，砰！球狠狠砸在横梁上，弹出场外。
甩头攻门，阿水飞身扑救，球进了，比分来到0比1。巴西快速反击，前锋凌空抽射，0比2，龙之队被彻底压制。紧接着，巴西又是一脚远射，0比3。大山走上前，弯腰伸出手，把门将拉了起来。第20分钟，苏哲终于站住了。巴西7号再次突进，变向加速，苏哲没有被骗，他重心下沉，脚尖精准一捅，球滚出边线。第28分钟，程序中场拿球，被3人包夹，却没有低头。他抬眼一看，阿驰已经从边路启动长传，阿刀禁区内高高跃起，巴西中卫狠狠撞来，他重重摔在草地上，又立刻爬起。再来。第37分钟，巴西角球再度开出，大山起跳争顶，可巴西中卫抬肘重击，正中他的眉骨，大山落地，鲜血顺着半张脸流下。真脏！裁判哨响，周玲冲上场处理伤口。比分0比3，龙之队被打倒了，但还没有被打散。裂开，必须下来处理。知道了。Good game。走。抬头，看着你们旁边的人。上半场0比3，怕吗？不怕。疼吗？不疼。还能跑吗？能。那就行了。下半场，让他们记住什么叫疼。走，给他们点颜色看看。好。上半场他们进了3个，下半场我们进4个。走不走？走，走，走，走！各位观众，欢迎回到世界杯赛场。龙之队面对巴西队，比分暂时是1比3落后。阿刀中圈开球，没有犹豫，球经过3脚传递，苏哲一脚长传撕开巴西防线，阿查高速插上，逍遥轻巧一缩，转身过人，紧接着一记穿裆。球折射入网，1比3。阿刀没有庆祝，跑回中圈时冷冷扫了一眼巴西前锋。那个瞬间，所有人都知道龙之队还没有认输，但巴西队太强了。第55分钟，边路生吃头球破门，1比4。3分钟后，巴西劲射变向，1比5。第67分钟，角球混战，大山眉骨被撞开，鲜血直流，比分变成1比6。让巴得了。苏哲低头看了看脚下的草，再抬头时眼里只剩狠劲。第83分钟，巴西再进一球，1比7。中场哨响，1比7。班长，起来。记住这个比分，记住今天输在这里的感觉，下次让对手输。恼火得很。教官，你几点起来的？没睡。我也没睡。一闭眼，脑子里全是那场1比7的画面，怎么都忘不掉。教官，你以前也输过这么惨吗？输过，输的比这还惨。输了就爬起来，再输就再爬起来。不怕输，那我们还怕什么？怕自己明明能拼，却没有拼尽全力。教官，我想练头球，现在就练。不睡了，心里憋着劲儿，睡不着。就在这个圈里顶100个头球，双脚不准踏出圈子1步。顶完之后呢？顶完
就去吃早饭，好好蓄力。你也来加练了？我昨晚算了数据，上一场对阵巴西，你的扑救成功率只有30%，太低了，是我没守住。不怪你，对方所有射门里70%都是死角，换谁都难防。真正的死角，是我靠计算也算不出来的，只能靠练，靠反应。再来，好。喝点热的，暖暖身子。谢了。下一场热身赛对手是德国队。对，德国。比之前的巴西队还难打。比巴西更难，对手实力更强，打法更硬。那又怎么样？咱们龙之队五行缺德，唯独不缺硬骨头。你什么时候也学会说这种狠话了？跟你们这群拼命的人待久了，自然就学会了。龙总，教官说德国队比巴西队还硬，这是真的假的？是真的，对手实力确实更强。那就更得好好练，练到能打赢为止。又要麻烦你了。上面刚发通知，下一场对阵德国，我们只有7天备战时间。我知道了。对方摆明了跟我杠上了，专门挑最强的对手跟我们打，故意施压。那就让他们随便挑，我们接着就是。上一场巴西那场惨败，你心里怪我吗？怪你什么？我爸当年也跟我说过，要打就打最强的，那就打，直面强敌，绝不退缩。明天开始，全队专项训练。昨天凌晨4点，队里就有人起身加练，不肯沉溺惨败。有人咬牙顶完100个头球，有人硬扛着扑完100脚死角射门，没人放弃，没人退缩。1比7，我们输了比赛，但你们没人散伙，没人认输。只要队伍不散，人心不散，我们就还有翻盘的机会，就能打硬仗。7天时间备战德国队。今天开始学新战术，防守反击，防守，然后反击打回去。没错，他们实力进攻，我们不拼蛮力，我们拼耐心，拼韧劲，等他们尖造松懈，露出破绽，一击致命。我懂了，就跟杀牛一样，等他低头放松的瞬间，一招搞定。对，就是这个道理。老程，吃早饭了，你咋了？啥东西这么金贵，还不让看？咋了？没咋。这身高平均多少？比巴西队高5厘米。速度呢？快0.3秒。就这？高5厘米咋了？老子跳高5厘米不就完了？早饭给你留着，放石头上了，凉了我也没办法，你凑合吃点。谢谢。汉斯队，比桑巴硬，比桑巴高，比桑巴快，他们不玩花的，拿球推进，传中，头球进门。所以我们不跟他们拼机器，拼耐心。对，我们缩紧边路突破阿尺、逍遥、阿查，他们压上来的时候，边路会有空当，拿到球不要粘，2脚之内到前场，就等着，等着球过来的那一下，用你最擅长的方式，懂了？缩紧，缩到多紧？缩到他们觉得挤，挤了就会急。对，攻不进来的机器就会出错。昨天你们学会了防反，今天练。好球！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稳了？你不是说退了一半，退完就不吃晃了？那就退完。他们今天不太一样。7天前还在吐，现在也吐，吐完接着练。这帮人五行牵制，但治好了能要对手的命。贴脚踝，今天防逍遥那几下力量还没完全恢复。不用谢我，我五行缺德，不缺膏药。谢。7天前你教我接球的时候看队友的眼睛，今天我看苏浙，他没晃我，我也没晃他，已经还了一半，剩下的一半明天还。
不急。急，明天是汉斯。汉斯，那就还。刀哥，你画啥？明天等着球，球来了就在这个圈里。我传你。你投球的时候，他们中卫会压你，压住了你顶不到，别硬顶，往后退一步，让球落下来，用胸口停，然后转身抽。你背下来。这也太复杂了，我又不是你。7天，从1比7到现在，我今天不说战术，战术你们学会了，我只说一件事：汉斯队世界第一，但世界第一也是人，也会急，也会累，就是也会犯错。等他们犯错的时候，等牛低头吃草的那一下，来，1、2、3，龙之队！他们怎么不笑？汉斯人不笑，赢了也不笑，赢了不笑，输了不哭，真硬。记住，锁紧，等。观众朋友们，欢迎来到热身赛比赛现场。龙之队和欧洲最强战车汉斯队的比赛，龙之队小伙子们能不能顶住？比赛开始。汉斯队开球，直接长传，边前卫胸口卸球不停球，中路前锋脚后跟一颗穿裆，大身没反应过来，捅射球进了，0比1。我们看到汉斯队转身跑回中圈，没有笑容，没有庆祝。门将还没站稳，中圈开球，阿刀想要断球，最后腰伸脚一脚直传进了，0比2。后场倒脚，苏哲抬头，汉斯前锋已经逼到脸上，传球失误，拦截远射，阿水飞出去了，指尖没碰到，0比3。比赛还在继续，我们看到大山在禁区里被肘击胸口，闷哼一声，头球解围落地晃了一下，继续。阿池在边路追汉斯边前卫，被过了转身追，再被过，再追。第3次伸脚破坏出边线，阿水站在门线上，他整个人横飞出去，用脸把球挡了出去。队医进场了，上半场结束，0比3，他们已经接近崩溃。他们的每一次进攻都来自我们的失误，我的失误2次。第一次接球前看了旁边一眼，球被断了；第二次想带一步再传，又被断了，都是我的错。别太自责了，好好休息。下半场要让他们没有失误可抓。你之前都在算他们怎么进球，现在算我们怎么进球。机器不犯错，那从现在开始我们也不犯错。阿水还能守吗？潮起潮落，海水不退。大山疼吗？疼是疼，还能顶。我还没进球，不能输。1、2、3，龙之队必胜！下半场开球，回传横传回传再横传，不快不急，没有一脚多余球，像缝在脚上一样。汉斯队开始逼抢，阵型压上。逍遥接到了球没有失误，汉斯队危险动作踢到阿查，阿查预判2名中卫之间，伸脚拦下，一脚直塞。程旭在禁区，他接住了，身后的汉斯队长压下来，他都退了一步，停球转身抽射，球进了，1比3，龙之队扳回一球。第70分钟，程旭射门打在门柱上，太可惜了。球到阿池脚下，一脚抽射，球进了。大山后场头球解围，4号被撞开了，球飞向禁区中央，逍遥冲上来，横空倒挂金钩，3比3，比赛结束。从0比3到3比3，我们追了3个，平了德国，算赢。这破球场，风太大了。谢了。糊了糊了，我来。你考了12天还糊？今天是高兴。龙总，这是吃酒寿。我爸以前说，赢了解乏，输了消愁，平了也要喝，因为平了德国比赢了还难。喝，今晚一个都不许逃。龙总，明天还练不练？练，但明天的事明天再说。哈哈哈，那就喝。这个醒酒效果，你他妈能不能别算了？喝。喝。
这个苦不苦？不苦，甜的。骗人！膏药，谢。还了，欠你的都还了。你师父没欠我，那条命是我自己选的。我以前杀遗牛的时候，一个人，一头牛，一把刀，然后呢？然后牛倒了，我也倒了。刀哥，我也是，以前只有我妈和黑大。行了行了，别哭，喝酒。班长，换口味了，你尝尝。这是干嘛？闹着要练球。昨天喝了多少？1箱，你一口没喝。有人要守夜。守什么？守他们。传球，开始。你退一步，我知道，退一步，转身，冲！走了，再蹲，草也不会跟你走。阿刀，上车了。抽签结果已经公布，龙之队作为本届世界杯的参赛队伍之一，将代表我们出战。但是，龙之队在热身赛中的表现，大家有目共睹，没有一场胜利。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现实：这支队伍是否具备在世界杯正赛中竞争的能力？当然，我们会全力支持。但支持不等于无限宽容，如不能拿分，我们重新评估这支队伍的存在必要。我们拼了命从1-7追到3-3，他在那里说没有赢过。龙总，他的话能代表最终决定吗？不能。小组赛第1场必须拿分。对手是谁？拉尤文州冠军。叫什么？毛利战魂。他们的资料程序在整理。不用整理。他们靠身体、身高、对抗、投球，我们靠什么？我们靠被打倒了还能站起来，让他们撞，撞不散，就是我们赢。好。昨天有人告诉我们，热身赛1负1平，没有一场胜利。第1场必须拿分，否则我们没有存在的必要。24天前，我们在海边的荒草里，草比人高，球门是歪的，球是破的。那时候没有人觉得我们有存在的必要。24天后，我们站在这里，要去世界杯，对手比我们高，比我们壮，比我们有经验，他们会撞，会用身体压，会从第1分钟开始就想把我们碾碎，让他们碾，碾完了，我们从地上爬起来，再来。这颗球是我们自己的，24天前是破的，现在还是破的，但它飞过了桑巴军团的横梁，撞进了德意战车的网窝。这颗球比那些新球值钱。来，
2026世界足球大赛正式开幕。巨大的未来球场里，灯光、烟花、无人机和全息投影同时点亮天空，演员在草坪上组成阵列，鼓声震动看台，数百架无人机在空中变换成足球、地球和奖杯。这一刻，全世界的目光都落在这片赛场上。而龙之队的世界杯首战也即将开始。球员通道里23只手叠在一起，阿刀带头怒吼。龙之队！哨声响起，比赛开始，龙之队开球。可毛利战魂一上来就把比赛变成了身体对抗。第5分钟，足球开到禁区，大山和对方队长同时起跳，头球攻门。阿水横身扑救，指尖碰到了球，但球还是钻进球门。上半场结束，龙之队0比2落后。上半场0比2，疼吗？不疼。让他们撞，撞完了，爬起来，再打。来！下半场，龙之队终于开始反击。第55分钟，龙之队角球机会，球被毛利战魂铲到弧顶，阿刀迎着落点不停球直接抽射，球砸在横梁上弹回。阿直接上抽射，球进了，1比2，龙之队扳回一球。第3次，他横敲给程序，程序不停球，长传转移。阿刀冲到禁区，用头轻轻一蹭，球飞向近角。伤停补时，毛利战魂最后一次进攻，足球滑出弧线，直奔球门。阿水看准方向，横身飞扑，直接把球拖出横梁。他重重摔在草地上，又立刻爬了起来。中场哨响，2比2，龙之队没有赢，但他们也没有被撞散。下回不跟你握手，跟你争赢。怎么样？和桑巴军团一样快，和德意战车一样准，和毛利战魂一样狠，3个加在一起难。那就让他们看看，3个加在一起能不能撞散我们。一回救，一回救，一回救鬼火炉。行了，今天的鬼火炉留到场上烧。拿着，酸的。红眸，世界第3，比桑巴强，比德意强，比战魂强。但我们的队员也比24天前强。24天前是草，现在是竹子，竹子会弯，不会断。球传的中场，中卫带球连过2人，铁牛飞铲，中卫擦点摔倒，稳住之后直接给球到禁区，大山和红魔4号争夺球权，红魔4号夺取球权，顺势射门，球进了，0比1。阿刀在中圈拿球，红魔反击，3脚传球到禁区，前锋晃过大山，抽射，阿水横飞，球从他指尖上方飞过，0比3。第50分钟。日眼了，3个加在一起是真的。竹子不会断。你说啥？教官说的。竹子会弯，不会断。那就弯回来。上半场0比3，他们是一堵墙，一门炮，一道闪电，但他们也会累。跟他们要一样东西，时间拖到他们的腿和我们一样重，拖到他们撞我们的时候，自己也开始疼。来，1、2、3，龙之队！红魔在控球，节奏比上半场慢了半拍。逍遥在中场等着，他没有犹豫，一脚直塞，球穿过中场，落在阿查脚下。阿查边路带球，红魔边后卫贴上来，阿查没有硬抽，他横敲给旁边的程序，程序不停球分给斜插的阿刀，阿刀背身拿球，红魔中卫压在他身后，转身抽，球从红魔门将指尖旁边飞过，砸在门柱内侧，反击球门，1比3。第67分钟，龙之队在控球不及，球在23人之间传递，红魔在逼抢，他们开始烦躁。阿刀在禁区前等着，他背对球门，阿刀感觉到身后红魔中卫的体重，再次转身起脚，球划出一道弧线，飞进球门远角，2比3。第87分钟，龙之队还在跑，红魔从侧面飞铲过来，逍遥没有躲，在倒地之前把球捅给了禁区里的阿刀，阿刀背身拿球，红魔2个中卫同时压上来，球飞向球门，红魔门将横飞，指尖碰到球，球变向。
插着门柱外侧飞出底线，中场哨响，2比3。2比3，没断。酸。今天的有回甘。Second half, good. 他说下半场踢得好，下回我们赢。我们热身赛输过，小组赛平过，输过，但还没赢过。今天不是踢球，是抢命。怕不怕？我怕，怕踢不赢，但我更怕没踢过就回家。道士，念什么？茶经，帮阿茶念的。戴脚上，医馆祖传铜钱，保平安。玲姐，戴好，掉了不治。来，1、2、3，龙之队！哨声响起，法老开球。第11分钟，法老前锋接球，一脚低射，球擦着门柱内侧滚进球门，0比1。第30分钟，法老角球，球飞向禁区原点，另一名法老前锋凌空捅射，球穿过人群，0比2。一回都不退。最后45分钟，不守，不控，不计算，每一个球都当最后一个球踢。龙之队！第52分钟，法老在控球，程序中线逼抢，对方后腰横传，球速不快，阿刀背身等着，法老中卫压在他背后，阿刀退了一步，脚后跟把球磕给插上来的阿查，阿查没有犹豫，迎球抽射，阿老门将横飞砸进球网，1比2。龙之队全线压上，逍遥后场长传，球越过半个球场飞向边路，阿查全速冲刺，转身抽球从法老门将腋下穿过，2比2。第89分钟，龙之队还在压，两名法老球员逼上来封堵，阿查从边路冲进来，身体腾空，迎球一蹭，球贴着横梁下沿飞进球门，3比2。让我们恭喜龙之队战胜法老队。道哥，我妈会不会在电视上看见我？不止你妈，全世界都看见了。走，下一场。这是他们的传球成功率。那我们抢什么？不是抢球，是抢时间。等他们传腻了，传累了，传到他们自己都觉得无聊了，然后一刀。对，他们的传球像织网，我们不撞网，我们等网自己松的那一下，就那一下，够我杀一头牛。这一场的关键不是我或者阿刀，是阿茶。我上次踢红毛你过了1个人，踢法老你过了2个，这次得把你放出去。我和程序在后面给球，刀哥压住禁区，你单挑。万一挑不过呢？挑不过你就再挑一次，一回就鬼虎炉。挑，道士，你什么时候变成军师了？修道之人，看人比看球准。道哥，过了前2个，第3个咋办？第3个，我帮你撞开。那我不怕。比赛开始，斗牛士率先开球。第8分钟，阿查还在吹。斗牛士后腰拿球，阿查逼上去了，球分到边路，再回传门将，阿查停下来了，胸口剧烈起伏，到现在还没碰到一次球。阿刀从前场追回来，伸脚想拦，可球从他的脚尖前滑过去了。第34分钟，斗牛士边路突然提速，禁区里接球，一脚推射，球进了，0比1。球砸在横梁上弹回来，补射，球穿过人堆，滚进网窝，0比2。龙之队2球落后。45分钟，我们碰到了几次球？7次。他们说这是我们最不可能赢的对手，但最不可能赢不是不可能，心会累，但眼睛不会累。上半场我们追着球跑了，你们再看，看得越多，越知道球下一次会往哪儿走。下半场
不看球，看他们的脚，脚动球才动，脚不动球不动。看懂脚就看懂了网。传给阿茶，让他一个人走。阿道，你不用回防。那我干什么？站禁区里，让他们怕。阿茶，刀哥，上半场你跑了多少？不知道。跑了这么久，你碰了几次球？1次，球没碰到。那你怕不怕他们？不怕，碰不到球，但我也没被吓死。那就行。下半场球会来，来了你就走，走了就别回头，一回都不回头。下半场开始，斗牛士还在传球，但龙之队变了，他们不再盲目追求，而是开始看脚、看方向、看每一次触球前的细节。阿茶没有犹豫，压低重心，变向加速，过掉第一个。斗牛士后腰补防，阿茶急停，脚后跟磕给逍遥。逍遥没有传，他横拨一步，自己打门，球进了，1比2，龙之队扳回一球。哎呀我啊！一回都不回头，鬼火了！斗牛士中场横传，球速慢了，阿刀追上去了，阿刀背对球门，身后2个中卫压着他，逍遥插上，推射空门，球进了，2比2，龙之队扳平了，他们真的把斗牛士的网撕开了。上庭补时，第91分钟，双方还是2比2。斗牛士不想踢加时，他们还在猛攻。阿刀爬起来，抬头看见了边路启动的阿茶，长传球越过半场，落到阿茶前锋，阿茶全速冲刺，斗牛士边后卫追上来了，阿茶摔倒了。阿刀飞身堵墙眼，起跳顶球，2个人在空中撞在一起，球过线了，球进了，3比2，龙之队完成反超。最后时刻，阿刀把这头斗牛斩下来了。45天前，这支桑巴军团踢了我们1比7。今天，他们的技术特点和我们眼前的对手一模一样，跑不死，那就让他们死一次。不只要赢啊，要把45天前那场一起赢回来。我妈在看，我不能让她看见和上次一样的比分。比赛开始。蓝武士开球，第4分钟，连续5脚传递，球不落地。阿刀追着球跑了3个来回，脚尖划过，没碰到。逍遥中场拿球，球飞过头顶，阿茶边路全速启动，压着越位线接球，逍遥迎球端射，球进了，1比0。狼武士队长带球冲向阿茶，阿茶倒钩解围，球正中对方的脸，程序站上任意球点，后退3步，闭眼助跑起脚，弧线绕过人墙，门将指尖碰到球，砸横梁下沿，弹进网窝，2比0。这一脚算得比平板还准。第41分钟，蓝武士后场倒脚，阿茶逼抢，直传磕球，痛传，阿茶巧射球越过门将头顶，落入网窝，3比0。阿茶做出钓鱼庆祝动作，夸张又得意。下半场第61分钟，蓝武士全线压上，逍遥断球，斜长传找阿茶，阿茶人球分过，边线外绕过去，禁区里3人围住阿刀，外脚背一兜，球挂远角死角，4比0。他冲向替补席，一头撞进龙月怀里。看见了吗？看见了，都看见了。4个！别勒太紧，衣服要被你撕烂了。那一场还了。祖传胶布比铜钱灵。45天前1比7，今天4比0，不是赢了一场，是把那场还了。教官，你胸口那道疤还疼吗？梅东
本届世界杯6球4助攻，上届金球奖得主，步频是常人 1.5 倍，急停变向比后卫快 0.3秒，凭一己之力带队杀入16强。别念了，他是王。他一个人强，我们强在一起。梅东在这里，我不会让他转身。我在后面。阿查，他们左后卫高龄体能下滑，下半场60分钟后，你右路反复冲击，冲垮他的回防，冲到他跑不动。今天不锁死梅东，锁不住。他会拿球突破传球进球，我们拦不住全部，但我们能掐断他的队友，让梅东孤立无援，一个人踢不完一场球。龙之队，各位观众，欢迎回到世界杯决赛级球场。比赛开始，第7分钟，梅东禁区弧顶背身拿球，直塞禁区右侧，雄鹰边锋高速插上推射远角，球进了，0比1。第21分钟，龙之队反击，阿刀背身扛住中卫，转身暴力抽射，球砸在门柱外侧，弹出去了。第35分钟，梅东左路拿球，雄鹰前锋单刀推射，再下一城，0比2。王的确是王，但他不是神，他是人，人会累，会慢，会犯错。下半场他还会拿球、传球、突破。我在后面，我冲穿右路，冲到他们左后卫回不来。道哥，给我一脚，我传中。好。上半场梅东2球主导比赛，下半场他依旧会拿球传球，但你们记住，雄鹰飞得再高再快，总有落地的一刻。第48分钟，阿查右路接球，直接把球趟出。禁区内，阿刀被双中卫包夹，但他后撤一步，胸口停球，转身暴力抽射，球砸在门柱内侧，弹入网窝，1比2。第57分钟，梅东中圈拿球，启动突破，第1次变向，逍遥跟上；第2次变向，苏哲补防；第3次变向，起脚远射，球砸在横梁上弹回。第74分钟，龙之队全线压上，阿查右路拿球，自己前插，阿刀从双中卫之间强行起出，迎球推射进角，球进了，2比2。2个，还他们2个。还没完。双方球员入场，加时在下半场开始。梅东在禁区弧底拿球，逍遥封住内线，梅东横拨一步，脚弯一抖，弧线球直奔远角。阿水整个人横飞出去，死死把球拦在怀里。角球，两队同时起跳，逍遥冲上去，用胸口把球卸下来，拍腿，一脚抽射，门将横飞，指尖把球拖出了横梁。龙之队就差1点，加时赛结束，2比2，点球大战即将到来。真正决定生死的时刻来了，龙之队能否逆转成功？点球大战开始。第1轮，对方率先出发，助跑挥射死角，阿水失误，球进。第2轮，程序走向点球点，挥射反脚，门将扑错方向，1比1。雄鹰再次命中，逍遥走了上来，他扶了一下木簪，低头摆球，挥射远角，足球擦过门将，钻进球网，2比2。第3轮，阿查走了上来，他站在点球点，准备一脚抽射，意外出现了。足球狠狠砸在门柱上，弹了回来，没进。龙之队落后了，下一球他们必须守住。第4轮，雄鹰罚球，就是现在！阿水横飞，把球拨出横梁。快看，龙之队追回来了，他们追回来了，比分来到了3比3。第5轮，雄鹰再次出发，阿水又一次扑对方向，足球被狠狠挡了出去。现在所有压力全部来到阿刀身上，我们看到阿刀看了眼场边。阿刀蓄力助跑，爆射，足球像炮弹一样飞向死角，门将碰到了，可力量太大了，足球轰然入网，绝杀。中场哨响，点球4比3，总比分6比5，龙之队赢了。他在看我，看我的脸，看我的疤，那就让他看，看了记住。这场赢了，
进决赛，输了 A 罗多踢一场，我们回家。来，1、2、3，加油！第8分钟，埃罗在边线接球，程序压低重心，死死盯住他的脚下，但 A 罗没有急着突破。就在程序伸脚的一瞬间 ，A 罗远角直射，大航海中锋高高跃起，头球攻门，阿水飞身横扑，指尖碰到了，球被拖出横梁，龙之队逃过一劫。看他脚下的球。第19分钟，埃罗又一次在同样的位置拿球，这一次站在他面前的是逍遥。埃罗侧身压低重心，右脚开始连续绕球，他的动作不是单纯的假动作。A 罗从边路带球，开始横向切入中路。A 罗传球，大航海前腰接球，直接送出，直塞一脚猛踢。阿水出击，对方推射远角，球进了，0比1。还能跑吗？不能跑，也要锁。A 罗的节奏，我摸到了一点。他启动前，左脚会先挪一小步，就那一小步，看见了就能堵。阿罗上半场送了2脚助攻，一脚程序被穿了，一脚苏旭被穿了，但他自己还没有射门，他在等下半场，不让他等。下半场我们先进球。他们左后卫的体能下半场会继续下降，反复冲他，冲到他的腿和他的人一起垮。下半场开始，龙之队0比1落后。第51分钟，阿罗在边线接球，他没有传 ，A 罗切进禁区，面对苏哲补防，左脚一扣，右脚推射进角，阿水横生扑救，但球还是滚进球门，0比2。龙之队被逼到悬崖边上。第66分钟 ，A 罗又在同一点拿球，逍遥贴了上去。A 罗右脚绕球，左脚先挪了一小步，逍遥看见了，球被捅出边线，阿查变向加速，过掉左后卫，切进禁区，逍遥一脚把球踢起来，程序连忙补上，球进了，球进了。逍遥强行跟防，却在变向瞬间摔倒在地。A 罗冲过去了，阿驰飞身铲来，连人带球铲出底线，黄牌，但龙之队守住了。第89分钟，大航海中锋爆射，阿水飞扑，指尖碰到球，球砸在横梁上翻出，大山顶出禁区，程序抬头长传右路，阿查冲到底线，急停回扣，横敲弧顶，阿刀远点凌空抽射，球中横梁，他自己跟上补射，球进了，2比2，龙之队逆转大航海，晋级决赛。A 罗走了，一个时代结束了，另一个时代是我们的。喝完，明天上场。最后一场了，最后一场，那就什么都不留。决赛宴，9万人球场彻底沸腾，烟花照亮夜空，红色旗海像烈焰一样翻涌，而龙之队终于站上了这个世界最高的舞台。阿刀走在最前面，脸上的刀疤被灯光照亮，他攥紧拳头，所有人都知道，今晚他们面对的是世界最强的三喵军团。哨声响起，比赛开始，三喵7号边路突破，一个沉肩变向，直接过掉防守传中，头球轰门，足球擦着横梁飞出，太遗憾了，但危险还没结束。三喵10号中场戏手防守，可球还是弹在横梁上，下一秒
3秒9号冲上补射破门，球进了，0比1。整个球场响起震耳欲聋的欢呼。真正的比赛才刚刚开始。3秒角球，足球划出一道致命弧线，3秒队长高高跃起，头球弹进球门，0比2。大山撞上门柱，好像受伤了。可龙之队没有倒下，他们并没有放弃。逍遥左路带球，一个挑球过人，直接从边线外强行超车。结果下一秒，3秒后腰飞铲，逍遥整个人被掀翻在草地上。双方球员爆发冲突，裁判过来制止，双方都应该冷静一下。逍遥看上去状态不太好，他如果现在下场，对龙之队的士气将造成极大的打击。他要放弃了吗？不，他站起来了。年修行，不差这一铲。龙之队终于等来反击，阿查边路生吃防守，横传弧顶，逍遥接球，扣过后腰推射，足球穿过人缝，直钻远角，球进了，1比2。逍遥这一球像是把龙之队快要熄灭的火重新点燃。上半场结束，现在双方球员中场休息。你们就打算这么坐着？上半场0比2，然后1比2，下半场最后45分钟，45天最后45分钟，我不说战术，战术你们全学会了，防反、夹击、边路绕后点，你们都学会了。我就问一句，还能跑吗？全球杯决赛下半场，球员正在入场，比分1比2落后，而他们面对的是全世界最强的三猫军团，他们能反败为胜吗？这最后45分钟，哨声响起，三猫军团率先发动进攻。3秒10号一脚长传，3秒9号瞬间前插形成单刀，阿水冲出球门，可对方还是抢先一步捅射远角，足球滚进球门。1比3，整个球场瞬间被3秒球迷的歌声淹没。龙之队开始反扑，阿查右路全速推进，变向加速，一步直接吃掉3秒左后卫，禁区里没有机会。他突然一条短传，逍遥迎球推射，门将极限扑救，足球被拖出横梁，差一点，就差一点。龙之队角球，3号阿池凌空抽射，很可惜，差一点。3秒角球，球飞向禁区，头球摆渡，球砸在横梁上，弹回禁区。3秒7号补射，阿水整个人横飞出去，他用胸口硬生生把球挡了下来。这一幕直接把全场情绪彻底点燃。龙之队众人看上去有点疲惫，他们还能坚持吗？第67分钟，龙之队开始组织进攻，逍遥插上，推射远角，球进了，2比3。逍遥跪在草地上，低头看着自己的脚踝，已经开始渗血，可他没有庆祝，因为龙之队落后。天公不作美，雨开始落下，龙之队全线压上。程序传球给逍遥，3秒2个人同时逼抢，逍遥背身接球，直接转身抽射，不可思议，钻进远角，3比3停了。逍遥整个人仰面倒在雨里，眼泪混着雨水一起滑落。54分钟，3秒军队开始组织进攻，阿水连续扑救，所有人都在拼命，都在挑战身体的极限。大山奋力起跳，用力拼抢，3秒7号起脚射门，门将阿水挡住了，球弹回禁区。每个人都在坚持，都在争夺夺冠的机会，都在等一个奇迹出现。时间来到第94分钟，门将阿水开球，球落到4号苏哲脚下，传给到10号程序，程序横敲，球给到郭磊，阿查右路带球，他已经跑了94分钟，双腿都快抽筋，可他还是强行超车冲到底线。所有人都以为他会传给阿刀，可他没有，因为禁区内的阿刀在被死死逼防，没有机会。他把球送向了弧顶，逍遥接球，他抬起脚，一记弧线传中，足球划破雨幕，飞向后点，程序鱼跃冲顶，球进了，4比3绝杀。整个决赛球场彻底爆炸，4-3。
龙之队世界冠军9万人彻底沸腾，因为这一页属于龙之队。中场少数小旗冠军，龙之队是冠军，冠军属于这群永不言弃的人，这是属于他们的时代，在足球历史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，所有人都会记住他们，记住他们为龙国带来的荣誉。落基山的故事讲完了，4年之后，让我们相遇在昆仑山，让我们一起去龙国文明存在过的地方。4年后，再见。